错煞气巧妙化解，演艺事业再创高峰。很多透天厝呢，大门可能会过大的问题。如果它没有这一片的话，只有这样子的这个空间就太小，就会太小了。很多人会把1楼把它改成车库，然后它就只有个很大片的铁卷门，特别容易呢，就是不聚气之外呢，也比较容易会有一些破财的问题。他们家的大门很有气势，不会做大，刚刚好。搬进来工作变超好的是吗？好节目啊，哪里多？才华减了。透天厝由于先天条件的关系，有许多难以避免的格局，何况是零缺点。不过万中选一的透天风水，仍旧挡不住漏财的煞气。你看他财会顾得很好，真的还蛮会赚的啦，收入也蛮好的。阳宅第一凶，最忌穿堂风。对啊，那我穿惨了。对啊，所以其实他这个穿堂风是赚多也花得多。开门呢，不仅穿堂风之外，开门先见善。对。所以呢，在这边的话要注意什么？可能亲友来找你借钱，朋友借钱要特别注意。漏财的问题呢，都特别容易吃喝玩乐的关系，钱财有不见。委托人王思佳于2016年与华裔老公结婚，夫妻2人都渴望生小孩，甚至为了求子，在半年前搬来邻近闹区的透天厝。究竟透天厝有哪些难以避免的煞气？求子风水又应该注意哪些重点呢？那时候是怎么样看到这一间的啊？其实我跟我老公结婚的时候，我们其实住的是另外一间房子，刚结婚的时候。然后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想说，接下来有生小孩的打算，对，所以本来就想要搬一间稍微大一点的，对。然后呢，为了要搬稍微大一点的房子啊，所以我们因缘机会就看了这一间，对，因缘机会看了这个。然后一开始也没有想说要住到什么透天厝的问题，但是因为刚好就是我们有认识了一个中介，对，然后他就说，哎，有一个房子，他觉得还蛮适合我的，然后所以那我就来看，然后看了之后我就惊为天人。但是因为我们只有2个人，所以那时候就有在想说要搬一个这么大的房子嘛。但是因为就我老公看了之后，他就非常喜欢，就是他的美式啊，对对对，很想要像美国那样自己独栋独户的感觉。而且搬进来工作变超好的不是吗？对，好节目啊，哪里多？哦，你讲我，才华减了。我没有开玩笑，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啦。他这个节目一个一个开啊，对啊，工作也变很棒，很好。所以你进来之后，应该就各方面都很顺利吧？我觉得连我的脾气也都蛮稳定的，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就是拍到顶的人，就是我啦，就我自己，对，火象星座，对，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个性会比较急一点。但我搬来这边了之后，莫名的变得很好相处哦。莫名，太开心了。所以脾气变好相处，但一定有你自己觉得不太对劲的地方吗？你有觉得要改进的吗？其实我觉得我的财库一直都是破掉的，但我觉得我来这边好像有种。整袋破光光的感觉，我觉得就是可能对女生而言，花钱开销本来就很正常，但我觉得我来这边好像更容易很冲动的买东西，比如说可能以前只是买一些鞋子、包包或什么，我来这边最喜欢买的是家具。就是越买越大就对了，不是因为它空间真的很多，你自己大型啊、组装啊，然后什么的，这边这样有的没有，就是感觉好像就是以前会买小东西，现在会想要买大东西。因为你以前那个空间小小的，所以买小东西堆还没感觉，你现在是整栋让你堆耶。他都会买一些，就是让我会觉得你为什么要买？他会买就是迪士尼的一整系列这样子，然后一个什么面纸盒，然后是个阿拉丁神灯这样，然后这么大片这样，莫名其妙，就不知道为什么，很有少女心嘛。有啦，就后母有点少女心，蛮明显的。反正人家大嘛，空间大，就是5层楼是不是？5层楼就加车库，然后住2个人，2个人，这样好意思吗？我一开始是怕我自己会觉得空虚，对，但我住久了，其实我觉得蛮好的，就是2个人还是需要有点自己的距离。比如说他在3楼的时候，就我可以在1楼啊，所以我觉得还蛮不错。但重点是他已经常常不在家，不是吗？可是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平面的房子会让你觉得有种压迫感，比如说可能我在工作的时候，他讲话的声音可能我会听得见，那我觉得可能会有这种打扰的感觉。有时候比如说像我们直播啊或者是什么的，对。但是如果说你有各自独立的楼层跟空间的话，你就会觉得
结了婚很需要自由，你知道吗？心理上是吧？是吧？你是发自内心的，对不对？我刚刚太真心，不是我的意思，就是说，就是心灵上的一种，就是想要一个人的空间。因为就是有时候你工作上面一直讲话，一直讲话，你已经累了。对，那我回到家说，有的时候想要一个人，大概休息一个5分钟、10分钟这样。但如果你同一个频率的话，就很难有被休息的感觉啊。因为讲真的，我很怕住透天厝，原因就是因为觉得会找不到人，或是每一层都要叫，很麻烦。对，还要爬上爬下。对，所以这种比较常见的一个透天厝的格局，应该就是有一个既定的一些风水上面可能需要加强的地方。今天我们来呢，就是要帮助思佳呢，因为透天厝真的太大了，所以变成说他一个人，有时候老公出差不在，他一个人呢住得蛮寂寞的，所以要赶快呢帮他求子。哎呦，对啊，对，所以结婚几年了？3年了，所以有一直在计划吗？我们是有本来就想要计划就这1-2年，因为我们想要先有一点点就是2人相处的时光，因为他们每个人都跟我讲说，生了小孩是另外一个世界。对，而且你们还那么年轻，就先开心一下。对，就想，因为我们2个都很喜欢，就是往外面跑，对，就是到处就是去旅行之类的。对，那你有个小孩子就没有那么方便。所以最近出不去，有想要一直待在家里，就赶快闹出人命来嘛。对，老公出差了，又不在啊？出差，对。对啊，就是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他很常出差。对。所以这个问题来讲的话呢，当然我们今天会一一帮他解决。不过呢，我们现在看一下常见的透天厝的一个风水格局。好，像一般来讲，可能是一个集合式的社区，对不对？那可能很多社区当中呢，很多人会把这个外面的小庭院或者外面堂的地方呢，有些人可能会搭一个车库。或者是用一个遮雨棚这样把它凸出来，没有？对。如果说整个社区呢，大家都一起搭遮雨棚，大家都一起凸出来，那这样就是安全的。可是有些人呢，他就觉得说，我就是需要啊，那我就自己搭。对。假设这一排里面只有你家搭遮雨棚出来，代表什么？代表是一种强出头的格局，你可能就会犯小人。是。所以这要特别注意。而且呢，如果说有些人是前面有一个车库，然后他搭了遮雨棚之后呢，最常犯的一个问题就是搭了之后呢，可能客厅的采光就会被影响到，对，因为阳光进不来，这样也是不对的哦。那第二个的话呢，很多透天厝呢，就是大门可能会过小，或者是过大的问题。他们家的大门很有气势，不会过大，刚刚好。这个设计上你要怎么看？如果说它这个是有点直木门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可是如果它没有这一片的话，只有这样子的这个空间，就太小，就会太小了。那什么叫过大？过大就是很多人会把1楼把它改成车库，然后它就只有个很大片的铁卷门，有没有？这种铁卷门同一个门进出，对，像这样会过大，吹进来的风啊，不管是好的气或坏的气，全部都进来你家，特别容易呢，就是不聚气之外呢，也比较容易会有一些破财的问题。对，第3个状况就是很多透天厝可能旁边有大门之外，旁边可能会有窗户，对，但是呢，可能那个窗户呢会变成是一个落地窗，但你要记得这个窗户呢或落地窗不可以开的比大门还要高，那就变成很容易眼高手低的状况。了解。但不管怎么样，这里就是真的感觉很舒服，是一个很好的环境。谢谢。所以我一迫不及待看里面长什么样。好漂亮啊！哇塞，小公主的房间，这种城堡哎水晶灯都弄得这么漂亮。风水上面应该没问题吧？老师好安静，很安静啊。他在想说什么时候我好话说完，好话讲完，换他的。是啊，这个话呢看起来感觉就是非常温馨的，是，但是很可惜，永远呢男主人都没有在家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呢？就坐在这里啊。这看这个这样对吗？但基本上来讲的话，因为他打开大门呢，直接呢就会冲到沙发，看到沙发。其实开大门看到沙发感觉很正常，对不对？但是因为它的动距的关系，我们先跟大家判断一下，如果开门见沙发的一个动距，就是说，你看这个沙发离这个大门口简直就是紧邻的状态，它没有一个趋缓空间。像这样的开门见沙发呢，就会导致于就是说，因为客厅嘛到男主人，男主人常常就会因为可能工作关系啊，或是可能因为什么样的理由就常不在家，而且它不仅开门见沙发哦，它还开门见梯，所以呢，这造成是一种一马心动的格局。那而且它的梯呢是跟客厅是连在一起的，代表就是男主人常常就是工作，常常因为什么家庭的关系，反正就不在就对了。那他是真的很常不在家，他蛮常出差的，而且他搬来这个房子第一次的出差原本是2个礼拜，就变成2个月。
对，2个月也太久了吧？就是2个礼拜要变成2个月，所以就是变成是他蛮常会就是在外面飞来飞去，而且都是几个城市换着飞，所以你这次有多久没看到他？我这次大概1个多月吧，对，1个多月差不多。那你还记得他长怎样？有啦，就是都有照片嘛。没有，但是因为我们2个谈恋爱就是远距离，所以其实我们从交往的时候就不是那种天天黏在一起的，对，所以我们都会开玩笑说我们是经过训练的，就是有通过那个远距离的考验，所以就算他在外面飞，其实我自己一个人我还蛮 OK 的，而且你也习惯了，就可能你也是很有空间。对，而且其实他也蛮独立的，就是他无聊的时候就会找我们。对啊，而且有家人朋友什么的，所以其实也蛮自由的，没人管。好像也是一种生活的模式，对啦，互相尊重啊。对，但是还是希望他可以就是多一点的时间陪我，这是当然的。所以就把那个沙发过来往里面移一下，是，或者这边放一个小茶几，也可以做一个趋缓空间。那沙发好处理，那楼梯怎么办？对啊，楼梯的话，其实这个真的还是要靠一点，例如说装修的方式，把它隔起来，或者是呢，如果你不想要装修，直接放一片屏风，把这个楼梯的形状修饰掉。那这样的话呢，也比较聚财。开门见沙发或电梯，容易导致家中男主人常不在家，可以在沙发下方铺上地毯，并摆放36枚流通货币来化解。另外，透过装修或摆放屏风来修饰楼梯形状，同样也可以达到化解效果。不过我觉得它的财位呢布局的真的还蛮棒的。我在认真。有忠实观众，我真的。是不然你布置的吗？对，因为其实你看得出他是妈妈的风格，应该是吧？你是说跟这个粉红色不是搭吧？对，你是说那一区有点年代感？对啊，就是因为其实我自己也知道有一些就是风水的格局跟布置，但是我本身没有这种格系，那这种什么水晶之类的东西就要跟妈妈拿。第一个是免钱方便，再来是因为还附到府服务，妈妈就自己把它搬来，然后就帮我放在那边。对，那区就是有长辈缘。对，就是那一区感觉就是有加持过。好啊，所以我们要再帮你处理，应该有加分吧？对，我们先解释一下为什么加分哦。第一个，他很懂得在财位呢点一盏灯，对，让它亮着。哦，第二个呢，他也放上金洞聚气，因为它本身就有一个 L 型的角落，有没有？很懂得还上面要打灯啊，然后有灯啊，财位都是亮的。然后再来呢，我觉得呢，它本身刚好跟他兴趣的关系有关了，就是说你看他摆了很多香香的东西，财位北塞拉草一定要香香的，所以我摆这香氛都很 OK， 非常 OK。像我自己也很喜欢那种扩香的东西，我都把它放到财位，因为你财位就要干净，要有香气才会有贵气。那财气跟贵气在一起的时候，你的财位呢就会很风光。既然财位都已经顾得这么稳，那怎么还会漏财啊？其实这个漏财来讲话呢，从他进门到这边的话，你会发现其实呢，他也是犯了一个错误，而且这是我们一般可能在最常见的阳宅第一凶，最忌穿堂风。对啊，那我穿惨了。第一名的漏财煞气，怎么赚怎么漏。厨房客厅空间未区隔，女强男弱求逆转。厨房跟客厅有什么常见的煞气？很多后阳台呢，开成的落地窗会比大门来得更大，代表说如果以后有小孩的话，小孩特别容易叛逆。小人问题也会特别多，它的场域是有被区分没有错，不过呢，因为它开放式的关系，所以厨房显得还是比客厅的大，所以变成说这就是一个女汉子、女强人的格局。他就是。你的财位呢就会很风光。既然财位都已经顾得这么稳，那怎么还会漏财啊？其实这个漏财来讲话呢，从他进门到这边的话，你会发现其实呢，他也是犯了一个错误，而且这是我们一般可能在最常见的阳宅第一凶，最忌穿堂风。对啊，那我穿惨了。对啊，穿光光穿到底耶，穿到底耶。
装潢归装潢，弄得很漂亮，可是你们一进来的确是就到这个后阳台。对，后面是后阳台。对啊，穿透这种穿堂风来讲的话呢，就是漏财的问题。那再来就是说，你看他财位顾得很好，真的还蛮会赚的啦，收入也蛮好的。但是呢，因为开门呢，不仅穿堂风，是因为开门先见山。对。所以呢，在这边的话要注意什么？可能亲友来找你借钱。朋友借钱要特别注意。那还有漏财的问题呢，都特别容易吃喝玩乐的关系，钱财又不见了。所以其实他这个穿堂风是赚多也花得多。赚多是因为他财位顾得很好。对。那这个花得多呢，是因为穿堂风跟开门见山的关系。而且他穿堂风呢，第一个开门见山，第二个又开门见灶。所以呢，他这个是蛮大漏财的。那这样子看过去，其实看不到灶啊。我们就是说要真的很近才看得到炉灶。应该说开门见厨房。对啦，更正一下，很明显看得到是厨房。因为其实它这也是有点开放式的一个格局啦。所以如果这个地方如果要挡一个屏风的话呢，其实你可以这边也可以再挡一个。假设你不想要开门见餐桌，这边也可以在里面这边挡一个屏风，等于说你进来的时候呢，不会直接看到厨房。可是如果你觉得说我就是想要再通透，那如果你这开门见山的关系，这个餐桌可以往那边对，靠过去那边一点。也可以这样靠，然后闪一边一点点，就是不要直，不要直在路冲上面。对，然后或者这个地方呢，你把它隔起来，直接不要做开放式厨房。厨房不要开放式，其实你就不会穿堂，就不会穿堂，就没有到后面，对，就没有问题。虽然财位布局非常加分，但远不及家中的3个大破财煞气。不仅有穿堂风，开门见山又见厨房，无疑更是雪上加霜。最好的化解方法，就是在客厅连接厨房的位置加装屏风，并且在后阳台上挂上不透明、不透光的窗帘来化解。大家问一下老师，就是厨房跟客厅有什么常见的煞气？基本上，如果以透天厝的户型来讲的话，很多人因为1楼客厅变成车库之后呢，他可能客厅挪到2楼去了，但他厨房可能还在1楼。也有这样，因为南部有很多透天厝都是这样子，1楼是车库，2楼是客厅，但是厨房还是在1楼。那这样的话呢，女人的健康会受影响，而且呢，也比较容易会有破财的问题。如果你要把1楼改成车库的话，我会建议你可以怎么做？1楼车库，但后面呢可以隔一个，例如说孝亲房或客房，然后呢，2楼就变成是客厅跟厨房都同在一个地方，代表什么？代表夫妻才会同心，夫妻呢才可以就是说有一些平行的一个交集的点，否则你看老婆在楼下，老公在楼上，这样就不太妙。对，这是很多透天厝常做的问题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呢，透天厝呢，其实很多就是厨房会外推，因为有时候后面是一个防火巷嘛。对。可是呢，老旧的一个透天厝都会把防火巷推出去，变成是厨房。厨房外推呢，代表就是比较容易会有一些负债，因为财库悬空，然后入不敷出的状况。然后呢，这后面呢，如果外推出去之后没有后阳台，后代子孙呢的运气也会不好，这样子。那第3个呢，透天厝呢比较常见就是长形的房子，例如说房子很长，中间可能就会很暗，中段就没有光。对，那因为它这个透天厝呢算是蛮方正的，不会过长，所以呢其实采光非常的好。所以适当的隔间是有必要的。对，那第4个的话呢，就是很多后阳台呢开成的落地窗，会比这个大门来得更大。像私家就有这个问题。真的吗？我们来看一下。你说我这个窗户太大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打开后面是你的后阳台。对，它就是一个后阳台这样。哦，还蛮大的耶。它其实蛮大，就是一个后阳台。真的蛮大的。对。但我比较少，就是特地会开，因为跟邻居比较近，就这边后面的话，所以我就是都会把这个窗帘给拉起来。然后因为我也注意到这个窗户很大的关系，所以我通常都是会把窗帘整个做一个遮蔽。对，然后因为还是要有采光嘛，所以就不会把它就是光给遮起来，但是会把形体遮起来，透的就对了。对，至少对啊，还有那有遮这样有算。基本上有遮，但还是有差。你可以呢把它做成像百叶窗的方式，或百叶的拉门。这种的话呢，可以把这个形煞直接修饰掉之外，也不会影响采光。至少我不会知道说，哦，你的窗这个门这么大片。对，那这样的话呢，后阳台的窗门开的比前面大的话，代表说如果以后有小孩的话，小孩特别容易叛逆，小人问题也会特别多。
哦，这个要很注意。虽然是半开放式，但我觉得它至少自己自成一格啦，就还是有区分，不会说直接大拉拉的摊在外面。是，它的场域是有被区分，没有错。不过呢，因为它开放式的关系，所以厨房显得还是比客厅的大。你是说有加餐厅那一区，对不对？对。哦，加了用餐区。所以变成说，这就是一个女汉子。女强人的格局，他就是对，因为你有觉得你其实你比较强势这件事情，我是真的比较强势一点，就是我讲话比较直、比较快这样。但我老公就是还蛮能包容，不知道怎么会敢娶我。真的耶，他好像都温温的耶。他蛮温和的，然后就是他也蛮让我的，对。然后，但我觉得我搬来这边，我的脾气有稍微比较好一些，就是因为我讲话有的时候很直，讲很快嘛，然后他就会有的时候男生就会想要冷处理一下下，对。但我就是那个火冲上来的时候没讲完，对，不罢休，然后他就一直往上追，往上追。没有，但我觉得就会变成就是说，现在的好处就变成就是我们蛮能互相理解，就我觉得可能有点空间，火气比较消。好，那我们知道就是你现在好住在这边半年的时间，然后心里面呢，当然就是希望工作运，对，工作，然后老公常回来，对，就是他工作也顺利，然后但是兼顾工作的时候也要可以兼顾家庭，没错。所以这种就是在家里工作最好。他家有工作室，有，对，他自己我自己有个工作室，我们俩一人一间。那你要看一下，好，看一下有没有大加分，因为你都在那边赚钱的。对啊，我的小直播间。对，好期待哦，看有多专业。哦，要不要这么浪漫啊？哪里每一层都要放一个大的广告，刚好有空间啊，因为这边空空的也不好看。是哎，所以就把它挂在这边，真的好看。而且我们快要到公主的工作室了，我已经忘记要这件事。对，就是我自己浮夸小空间。每当我心情不好、跟老公吵架的时候，就会打开这个门，就会有到另外的 feel 的感觉，然后瞬间就会觉得心情好好，什么事情我都不在乎了。对，然后就我想要看呢，开箱文。这有在营业吧？你真的送门票才能进来吧？你说门口要围红龙，是不是？你这我跟你讲，这要站这个餐馆。夸张，观众朋友。超奢华工作室开箱，教你打造赚钱风水。工作室格局人红招忌，王思佳画煞妙招。重点就是要他工作室要让他赚更多钱。他的工作室呢，其实就是一个人红招忌的一个格局。他的直接冲到他的座位，有时候你做的很努力，评价呢好像没有跟得上你的好，就是不要犯小人。因为你就是一个很直率的人，我觉得如果人家说我觉得你怎样，你也不会在意吧？我是不会在意，因为我都。每当我心情不好、跟老公吵架的时候，就会打开这个门，就会有到另外的 feel 的感觉，然后瞬间就会觉得心情好好，什么事情我都不在乎了。对，然后就我想要看呢，开箱文。这有在营业吧？你真的送门票才能进来吧？你说门口要围红龙，是不是？你这我跟你讲，这要站这个餐馆。夸张，观众朋友，真的要站餐馆。是营业场所啊！来，快点别想了。没有了，被我弄得很不合理的。over 耶！有吗？还好吧，还好吧。因为我当时搬进来这个房子的时候，就有想过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东西真的很多。对。然后我以往的收纳方式可能就是把它堆叠在一起，所以我常常会找不到它，看不见它们。所以这只好再买。对，然后所以他们就会一直跟我讲说他们很 lonely。就是你知道他的呼唤，我都会跟他们对话。比如说你去逛街有没有？你就会听到后面有人说买我带我回家，我就带他回家。然后我就觉得他们都没有一个自我展示的空间，他们都需要一个舞台。对，毕竟我们把他带回家，就把它放在那里面，真的阴暗的角落，太 lonely，浪费钱。对，而且要提醒自己，
到底做了多少灰驴的代志。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，我必须要有一个柜子是可以真的收它们，但是又可以摆起来好看。所以呢，我就找了这个柜子，然后它是感应的。有啊，我刚一走过它就发亮了。所以我就会觉得我站在那边挑它们的时候，我就会觉得一闪一闪，好开心哦，动一下它就亮了。对，我真的看到你这一些东西，这些柜子，我跟你讲，这真的是女人最梦幻的。对，我突然觉得。我真的好挺强哦！老公觉得我很贤惠，哪有？你这样子不是，因为我以前真的都是把它们叠起来，然后我常常都找不到它们，然后每次要买很多一样的，然后老板这一次多少钱？要不要试戴？要不要试戴？我跟你讲，不止这个啊，旁边那边还有一柜，那太可怕吧？就是这边就是中岛了，因为我那时候就觉得这个房间可以放一个中岛，然后所以我就放了一些饰品类啊，然后什么就是可以把它陈列出来。为什么我现在有点不开心？我想要去找房子了。我房子应该换大间一点，可以要有自己工作室。对啊，我没有啦，但是因为其实我的这个房间其实没有到那么的大，但我觉得我有充分的利用。观众朋友，他讲话合理吗？他自己有一些就是首饰放的地方的时候，这个房间不够大。我不是，我是说跟很多人比起来，谁没有？这里没有一个人工作室比你大，谁？搞不好我邻居的超大，谁知道？Who knows？ 谁知道？对啊，恐人中都在放大。我那边还有鞋柜，你真的很夸张，他非常有条理。我有条理，他还有那个照片把它。这个是必须要感谢他，因为我很多鞋子啊什么在买的时候，都是他帮我，有些折扣都是他帮我。我也要谢谢他，因为有一些我上节目的衣服也是他做的，真的很好。哇！观众朋友，然后它这个是转的，它是旋转，所以它两面，它是两面，所以它可以放很多鞋。这是你的爱牌，真的好漂亮，我青春岁都没有穿过对啊，就是比较少在穿。红色，对，就是因为这边都是工作的鞋子，然后它可以就是这样转两面，所以它就可以用一个不用很大的鞋柜，可是它可以放很多鞋。然后我后面这一柜也是，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有想说我要把它收得干净，收得漂亮。不要杂乱，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要说把它这样，然后盖起来，别人也看不出来。它就是真的收得很好，你就会知道他是一个很珍惜这些精品的人。对我很就是把他们当家人一样看待，当宝。对，其实这样是正确的。很多人买然后乱丢，然后不整理，那真的太有钱。对，我们都是辛苦钱。每次的时候会打开都要跟他对话，就说我真的会，就是其实我每一次进来之前都会先跟他们问好，怎么样？你今天好吗？这样，然后每次会说有些想跟我出去，我选妃的感觉，对我就会讲，然后所以我就是你老公真的要常回来。你都已经在跟他们讲话，你真的病得不轻。我从小就跟他们讲话，你不会吗？你不会跟你的凯莉包讲话？没有都不会。我想要再找一个凯莉包。我干嘛叫凯莉讲什么？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我才不想要再跟他讲话。但是我们是忘了我们的重点，就是重点就是我进来就迷惘。风水。说他这一整间是有点夸张了。对，其实如果说工作室的风水还是要分产业比啦。例如说你是做娱乐业的话，当然如果摆这些，例如说有些人摆玩偶，有些人摆收藏品，其实我觉得如果以娱乐行业的话是没有关系。可是如果一般人来讲的话，如果你是一个四平八稳的一个上班族，可是如果你摆了太多的玩偶，反而会变成是一个犯小人的格局。不过如果以工作室来讲的话呢，其实每个行业别根据它的摆设当然会有所不同。不过唯一的一个共同处就是你的办公桌的摆放很重要。例如说他的办公桌应该就是你的直播的空间是，对，因为我是坐在这边。不要这么浮夸嘛。Oh my god， 真的。还选那种小香的地因为我想要就是它比较亮，然后所以我就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镜子，然后从后面打光，因为光线对我们而言很重要嘛。从后面是对的，因为你知道我是灯泡装在外面，就像那个化妆室，那真的好刺眼，而且还会晒黑，所以它一定要从。难怪我那么黑。真的，所以它一定要从后面打。然后像我这个也是，它也是这样子亮，而且它触碰式的耶，触碰式。这到底去哪里买？对，你去哪里找的？这个也是触碰的，这个，而且它是3段式，还有黄灯，对，然后可以白黄相间。
我觉得你思考的非常的精密，我觉得你真的很专业，对啊，因为我觉得就是灯光很重要嘛，然后还有就是自己要看得很清楚。那你帮我们示范一下，你坐在这里直播的那个。我平时就是会这样做啊，然后就是可能这边就会架机器，对，然后后面就会有背景，对，然后就是有灯光这样，然后所以我就觉得空间还蛮大。然后我每天化妆的时候就会在这个区域，那我每天用的就会放在这里，这个就是每天用的，对，然后其他都是收在底下，所以就不会说很多的东西。摊开来，没有很多的东西，不是，就是可以打开看吗？就是不会在台面上，比如说，什么叫没有很多的东西？也还好，就是长这样。哇，这太夸张了。你要不要好好聊天？就是它里面就是唇膏太高了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满出有点过分哦！你一次是怎样？一定要24色一起买吗？没有啊，要彩色笔吗？全色16色，你有几个嘴巴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我就是很喜欢买这些化妆品啊、保养品啊这些，然后所以我这边就一边眼影，然后一边口红，然后底下就是其他的保养品这样。对，我觉得你近期内你们不要来我家拍我家东西。我突然觉得我整个人只有2个字，就是寒酸。没有，我的口红就只有2条，哪有？那你挑2条，给你挑2条，破掉，给你挑啦。吐了，我的化妆镜没有打，自己人，而且我又在窗边，难怪我那么黑。他说我怎么直播都是没有啦，没有，就是我当时搬进来的时候就有想说我要好好的怎么样规划。对啊，我觉得自己的房子就是这样子，一定要有一个空间是自己工作很舒服，然后让自己每天漂漂亮亮可以出门的一个地方，而且比较不会被打，然后可以专心的在这个里面直播这样。那我跟你讲，很专心。之前我自己来的时候啊，对，他这衣柜是全部炸开的。它一直都炸开。其实我衣服，而且后面的这一杆啊，本来没有，这一杆是后来加上来，装不下了，是不是？装不下，因为这边都是长礼服、长洋装，厚啊。对，然后所以这边就是后来它就一直增加，对，就是不断的。因为他每次就是衣柜打开啊，然后我就把那衣服拿出来，我说这什么时候会穿？就真的不知道。他的都是等下随便拿一件，这到底是什么时候会穿？他的衣服我觉得他就是有办法，有时间。你跟我讲这是什么时候会穿？可以拿出来吗？你拿一件，你觉得到底什么时候要穿的？来了，你女儿，你什么时候会穿？什么时候？这个不是你当新娘的时候才穿吗？不是啊，但我真的很喜欢买这种平常大礼服。你喜啊？有很多这种哎。那你只是这样走楼梯下去给你老公看，我就倒吧。会跌倒啦！因为要从楼梯走下来，就像公主。就是很多这种啊。那你就心里面就是永远有一个公主的少女。对啦，但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买东西就是为了以后的工作做准备，其实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用得上。对，但是必须要讲，他都是靠自己赚来，因为他自己很认真的在工作啊，所以他自己想要犒赏自己，我觉得是也 OK 的。我那天玩那个什么社群网站，然后他有一个东西，它可以测你说你这辈子缺什么嘛？对。然后就有很多朋友说什么你缺睡觉，你缺酒精啊，你缺男友。我一测不得了，他说你缺的就是干爹。我测我也是干爹，你也对，你也是干爹，没有真的，你要不要测测看？我一测干爹，我笑喷呢，真的没有干爹。测出来我缺干爹，我真的笑不出来。我想要去哪里找干爹？我们2个要去哪里找？好需要 Sugar Daddy 哦，怎么都没有啊？好啦，我觉得反正自己赚，然后自己花得开心，觉得值得最重要。我跟你讲，他就是会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，所以老公可能出差回来看到他，就会觉得啊，赏心悦目，对，开心。对啊，那这样子重点就是要他工作是要让他赚更多钱。对，我觉得思佳真的是把女人的特质呢发挥得淋漓尽致啊，我觉得这蛮棒的。但重点是他的工作室呢，其实就是一个人红招妓的一个格局。对，长得漂亮也会被女生讨厌。真的被女生讨厌吗？真的讨厌你啊？蛮多酸民还蛮讨厌我的，因为你就是一个很直率的人。我觉得如果人家说我觉得你怎样，你也不会在意吧？我是不会在意，因为我都点开他们头像啊，长这样，其实我。
就是我要讲你这样，我也会很难过，我也会愤世嫉俗，我也会嫉妒你的美的那一种。没有，就是我们当然也会回家检讨，比如说我们有什么东西做不好，可是那我觉得人毕竟没有完美嘛，那我也不可能让全世界人都喜欢我，但我只能尽量。对，那如果说有些人他今天他就是看我不爽，对，那我也没办法。这是真的。那到底什么格局会让他怎么办？人同着急，就是太移花了。移花也是要自己赚。对啊，是啊。对，其实这个就是呢，他的一个厕所呢，直接冲到他的座位。哪里有厕所？那边有一间厕所，我有一间洗手间在那边。所以我是不是坐在正冲的通道上？没有错，因为其实呢，厕所呢直接冲到你这个办公的地方呢，就会形成就是有时候你做的很努力或做的很好，但是呢，别人对你的评价呢，好像没有跟得上你的好。会比较辛苦。对，就是比较犯小人。怎么办？那门帘也有装了啊。是，其实还好，他有装门帘。那如果没有装门帘，因为那你就可以做个隐藏门会比较好。那除了装门帘，还有别的办法吗？还是装了门帘就没事？装门帘就会趋缓，就问题不会这么大了。OK， 小人没那么多。对。那我想问一下，因为很多人他可能也是在梳妆台，或者是自己有一个小小的。算办公的地方，因为现在大家很多都在家里自己做生意，那他要注意什么东西？除了厕所不要冲到。对，第一个呢，不要被厕所门正冲。第二个就是你坐下，假设是一间套房，你在坐到办公桌位置呢，你如果肉眼会看到马桶也不行或厕所也都不行。那再来就是我们也不要背门，背门就也是一个犯小人。背门，所以它有一点背门，有一点是侧背啦，侧背。那再来就是说呢，还有就是如果是办公桌或书桌呢，就是不要面窗。假设面窗的话，很容易心猿意马，好像想东想西，这个也想做，这个也想做，到最后都好像都做不成。对，这也是个问题。还有就是我的背靠后面不要是厕所，那也是一个犯小人。这样要特别注意。好，有一次还蛮傻眼的，就是之后单位发了一个通告，然后后来呢，他们就说他们改主题，那其实改主题也蛮正常的嘛。对，他说那可能改的主题就没有那么适合，然后所以我当时没有多想，可是我后来看播出没有改主题，只是找了别人，你就觉得好走心哦。不是，你就会觉得说，那你可以直接跟我讲啊。如果说不适合或者是什么，或者你有更好的人选，其实我觉得没有关系。或者说你的故事好像跟我们之类的，或者是有重复到，然后可是他们那时候就是跟我们说，他们换主题，然后这个主题就不录了。那我好啊，我没多想，可是有时候就是这样，就是马上就刚好。就看到，就北都河，对，就觉得怎么会这样？然后你就看到这个就是一模一样的主题，然后别人去讲，讲的还很烂，更好。我还以为他说他讲的就是你的故事嘞，也有人讲过我故事。我跟你讲，我还有一次遇过，我真的傻眼，就是我也是晚上在家，我就是真的平时不要随便乱看电视，真的，我一看就看到一个女艺人在讲我的故事，就跟你的一模一样，就是。其实他是2段，他先讲了跟我有关的故事，但我人不就是他讲的当下，我人没有去录那一集嘛，然后所以他就先讲跟我有关的故事，可是不是事实，然后就把自己捧得很高啊，说什么他为了我多辛苦多辛苦，其实根本没有这样，就是他自己迟到，然后可是他就讲的好像就是说他为了我，然后从大老远的地方赶过去什么，根本没有这回事，然后就是把我消费了一番，然后我就在家看，然后想说。这种谎你也敢讲？但是有时候你知道，就想要算了，对。然后后来又看到，就是有一个女艺人，她就讲了我的故事，就是我跟大家分享过的故事，就会把它当成自己的故事，然后拿出去讲。她只是把人名换掉。我想说，讲也要偷。哇塞！你真的是多没创意啊！你跟他讲，就是其实我搬这个房子，其实最大的目的就是想要生小孩，所以就是如果说要生小孩的话，是要看，然后因为我布置了一个就是未来的小孩房，就是还没有放那些东西，但是就是我有想过以后。对，就是可能生了小孩的话，就会放在那个小孩房。但我就想知道说，如果想要看生小孩的风水，是要看那个小孩房，还是要看主卧室啊？要看老公回来的时间。重点是他要有回来。对了，好，那如果有回来，那是要看。当然看主卧房所以看小孩房没有用。当然了，因为这个房间是空的，其实它没有人住，它就不会有这个气场。对，所以主卧房呢，还是你在创造这个生命的缘起最重要的地方。所以主卧房的风水相对重要。那我们来看缘起的地方。对呀。木房风水好与坏，关乎求子命中率。
长这样。好温馨啊！对，就是谁睡这狗狗的床啦，我们家狗狗的床，对啊，可爱哦。它有一个自己的小床，它还有自己的娃娃，还有衣柜，还有衣柜，还有它的衣柜，好可爱。对，它就睡在我的旁边。好讲究哦你。对啊，就是其实我觉得卧房还是要有一点点睡觉的氛围，所以就是其实我没有放太多浮夸的设计。其实相较我其他的房间，我正要说这一间相对低调多了。对我正要说，这比我想象中你的房间还要不浮夸100倍。对，就当然还是有些水晶灯啦，对。但我就是觉得这个房间竟然要心平气和，对，就是不要觉得好像太多东西可以看。卧房很多人会把它摆的跟工作室一样，那就错了，那就你很难休息。所以它的卧房来讲的话，第一个它背有靠，然后它这个门呢也没有直接冲到它的床，对，空间配置的很好，对，所以这个什么？如果门冲床呢，就是冲到头，就是头的问题，或是睡眠的问题；胸部的话就会有胸口或肠胃的问题；脚的话就会有脚的问题。好，所以门的切床的问题都会比较多一点，但完全没有。那好的卧房风水呢，必须要具备第一个，我们讲明厅暗房。它的这一个呢房间呢，其实整个色调跟布置呢都是比较偏柔和色系的。那客厅还是比较亮，所以它还是有符合这个风水。然后再来呢，占比来讲的话呢，要房小厅大，那它的房间呢也没有比厅来的大，这样的格局也是很舒服的。好，那再来就是说呢，第三个就是它的这个采光，它一般人的这个窗户有没有都会开，窗户开很低，它都没有，它把这下面呢全部封起来。所以这样的话，代表就是说它的气呢比较不容易虚掉。所以这种的卧房，坦白讲蛮标准的。对，那虽然它有摆一个电视啦，对，其实现在人都会有这种习惯，但是它电视跟它是有点距离的，蛮远的。对，如果说你的房间条件呢不是这么的好，可能已经很挤，然后电视又摆得很近，那个影响就会很大。那这个距离有一点远，但如果你要很吹毛求疵，就是镜子的那个电视还是不要摆比较好，还是不要摆。对啊。反正你不是在看手机，对啊，但是就想说那边空空好像也很奇怪，所以还是摆了一台电视。可是我们还是在楼下看比较多，因为上来这边就是还是以睡觉休息为主。可是思佳是想要求子，对啊，有什么方法或建议吗？就是努力的做布局。对，你的断点，努力的做布局啊。那除了你自己本身，如果有时候缺乏一点运气这件事情的话呢，如果你的生理机能没有问题，但是运气一直不会来，那我会建议就是说，假设你觉得今年很适合你求子，你也真的很想要，那我觉得你可以依照风水的9宫飞星，每一年呢有一颗星叫做右弼星。我们讲左辅跟右弼嘛，对，右弼呢掌管的就是我们的生子。喜庆跟一切人生美好的事情，所以右弼星呢，在2020年呢，它飞到的宫位是西方。对，西方的话，你这边东嘛，西方就会在这个角落。所以在西方的角落，这每一年都会变哦。假设你今年特别想要，你就可以在每年的右弼星。所以在西方，所以今年是在那个阳台，就在这个角落。对，要在卧房的角落做吗？角落不是这样太害羞了，因为有那个窗。角落，那角落要做什么？对啊，要干嘛？要放什么？好，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呢，求子呢，送子、麒麟。如果说你不会觉得说摆麒麟很怪的话，你可以摆一对麒麟。那如果你觉得摆麒麟呢，好像有点不搭，那你可以用五色豆。我们之前有教过大家，如果麒麟加五色豆，效果是最好的。所以是挂在那里还是放在？就找一个小的桌子摆着，然后把它放上去。那如果你觉得说好像真的还是有宗教信仰的问题，麒麟不能没办法摆，最起码摆五色豆。五色豆呢，把它放在这个密封罐里面，然后绿豆、红豆、黄豆、花豆。黑豆，用这种顺序，绿豆在底层，绿、红、黄、花、黑。那五色豆呢，摆在这个右弼星的地方，也会让这个子女的运呢生生不息。好哦。所以我觉得你放五色豆应该还蛮容易的吧？应该就够了。要放几罐？我怕我妈知道都放满了，变成五色豆墙，不是罐，是墙。那个五色豆的罐子都是 bling bling 的。对啊，这一区都没有，都买不到那个什么豆子，都被我妈买光。没有，就这种事情就是随缘。但是你如果放了，就是给自己多一点好运啊。好像是对不对？因为老公已经那么长不在家。对啊，只要回来就是希望他百发百中。对啊，这好事情啊。但我是觉得就是。
好像也差不多时间，而且因为其实真的很多人问我，然后就是连网友都会很关心，他们都会问我说，你是不是不想生小孩，或者是你会不会就是能不能生？对，真的就是有些网友可能他比较直接，他就是比我妈还关心我，对他们时不时就问说，你有要生吗？差不多喽，快点喽，这样。我觉得大家都很期望可以看到那个宝宝吧。对啦，就想说我这么浮夸的人，还能够再生出多浮夸的孩子。也是，我真的很想看。对呀，色强好起来好不好？不要让我生女哦，跟你讲。所以有想要女生，对不对？可以打扮得像思佳这么漂亮。我想要一个人就是小女儿这样，感觉会蛮贴心。那布兰妮呢？她自己有什么想法吗？你说她吗？对啊，我是怕她比我先生，我有在阻止，因为她在我们公司尾牙抽到那个婴儿科，哇哇耶！我怎样？你要生是不是？他说，我好像也还可以哦。所以你跟妈妈的感情也都一直很好，像对了，对啊，斗嘴什么的，好自然，好好玩。就是对，希望就是可以生女儿，然后就是妈妈一定会很疼啊，然后阿嬷疼，一定对，老公更甜，对呀，但希望不要跟我一样叛逆。不会啊，我觉得会也是在你的现世报。你也是妈妈因为我自己是很高管，有高管的小孩就知道啊，我那时候让我妈妈多头痛，自己当妈妈才知道以前真的给妈妈找多少麻烦。好啦，对，所以哈没关系啊，等你的好消息。但今天最重要是看到你新家这么漂亮，一整栋，然后空间这么好，风水又好，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。如果思佳想要赶快生小孩的话呢，当然还是男主人必须要先常常回家。当然所以如果你的客厅呢，这个例如说开门见楼梯的部分，或开门见沙发挡个屏风，或者是在门旁边呢放一个小茶几或放一个盆栽，那这样的话呢，男主人会比较有机会回到家里，也不会影响他的事业。然后再如果要求子的话，要记得哦，这个在西方呢，2020年的这个右弼星，一定呢可以放一个种植麒麟或者是五色豆，都可以帮助你助孕成功。哎呦，就这样做哈，护照给它藏起来，大门给它锁起来，关门放狗，锁起来好消